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现在正好是吃冬季草莓的时候，今天咱就来做点天然的草莓酱，然后做一道草莓纸杯蛋糕。过节的时候家里来亲朋好友可以分着吃啊，干净好吃有品质。那平时买草莓的时候，包装很精致的那种大草莓太贵了，我们家都会买一些散装的。散装草莓里面有大有小，我们可以把大的挑出来吃掉，剩下的小的不太好的就可以做成草莓酱，既省钱还不浪费。做法很简单，挑出来的草莓洗干净，这些估计有1200克左右，用料理棒打成草莓汁，然后倒在锅中炒出一些水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点冰糖，视频里放了大概有200克。然后再挤上一点柠檬汁，可以增加保质期，还能让做出来的草莓色泽更好。最好用不粘锅，开小火慢炒。炒至中途的时候会有很多浮沫，把它盛出来，不然会影响色泽。把颜色炒得稍微深一些之后，再加入1大勺麦芽糖，估计50克左右，调节一下草莓酱的粘稠度。虽然前面还加了冰糖，但对于做果酱来说糖还是少。如果感觉做出来的草莓酱酸，还可以再加。最终把草莓酱熬制到大红色，用勺子蘸一下，有一点拉丝，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。放凉了就变粘稠了。做好之后放在罐子里，放入冰箱，能储存1个星期左右。如果想储存的时间更长，可以把果酱做得更甜一些啊，多放点糖可以增加保质期。那吃的时候可以做上一点纸杯蛋糕，用筷子在中间扎个洞，挤入少许的草莓酱，再挤上一点奶油，把刚才挑出来比较好的草莓搭配上一个，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，干净好吃有品质。自己做的草莓酱搭配上新鲜的草莓，给人一种很清甜清爽的口感。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纸杯蛋糕是怎样做的。首先准备4个鸡蛋，把蛋白和蛋黄分离，大约每个鸡蛋60克左右，用微微有一点凉的最好。用到的这2个碗要稍微大一点，其次就是保证碗是干净的。那分好之后，先在蛋黄中加入40克的玉米油，玉米油味道比较淡啊，适合做蛋糕。再加入40克的牛奶，把材料简单一搅拌，再过筛60克的低筋粉，最后把材料搅拌均匀，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在蛋白中加入40克的白砂糖，再加入2克的塔塔粉，或者是用几滴白醋或几滴柠檬汁代替，因为酸性材料可以让蛋白更稳定。取来打蛋器，先开低速，防止材料飞溅，转到高速，持续打发到中性发泡，大概是打发2分多钟。打发到蛋白没有流动性了，拿出来蛋白有这种弯钩状，就算打发好了。如果是打发成尖峰状，就是打发过了。打发好之后，就先取1/3的蛋白和刚才的蛋黄混在一起，混合这一步啊要快。混合的手法就是抄底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，不要在里面瞎搅。混合均匀之后，就把2份材料混在一起，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。整个过程尽量控制在2分钟以内吧，时间太长的话会导致蛋白消泡的，做出来的蛋糕会出现各种问题。混合好之后就装在袋子里，挤入做蛋糕的小纸杯，大概是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的纸杯，每个里面挤上1半就行。我记着之前也有朋友问过，为什么做出来的纸杯蛋糕会开裂啊？有一个很小的细节，就是放入材料要把材料轻摔几下，让材料在里面变得平整了，烤出来的蛋糕就不容易开裂了。那烘烤的温度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上火预热到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就是保证蛋糕在中间，烤40分钟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尤其是像这种蛋糕一膨胀，就离着上面的加热很近了，所以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10度。出炉之后轻摔放凉。如果感觉这个做法比较难，前段时间也分享了怎样用蒸馒头的锅来做蛋糕，和烤出来的蛋糕一样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
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